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是 Lily。现在我在新疆的克拉玛依，这几天都是在这边露营过夜的。今天准备要继续出发往前走了。我准备往前走个100多公里，去戈壁滩上去捡石头。据说新疆克拉玛依这边有很多的金丝玉，不知道我有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运气，能捡到一块很不错的石头呀？希望可以呀。这几天都是在新疆克拉玛依的金龙湖生态公园这边露营过夜的。这边是3号停车场。这边的停车位充足，停车免费，也可以在这边过夜。但是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，就是大家床车、房车过来这边露营，不要在外面挂衣服，很影响市容的。这边会有管理人员去管理。另外的话，对面的洗手间也非常的干净整洁，里面还会有淋浴间，非常的不错哦。这2天车子有点脏啊，因为下雨了。等一下出发前擦洗一下。现在准备收拾一下车子。叠一下被子啊，把我的铺盖卷起来。你看这东西越来越多，满满当当了。因为冬天的时候我又买了被子，还有垫被，另外还有冬天的衣物，到时候又塞满，所以到时候车子里面真的是特别满啊。这就是我的床了，大家看。它就是这样子，但是中间会有一个凹下去的地方，就需要找平，所以我是用这个枕头去找平的，然后一铺上去，基本上是平了，还可以啊，能睡，但是没什么舒适度啊。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满满当当的，现在准备擦洗一下车子。大家看，真的好脏啊！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。虽然说今天可能还是会下雨，但是，哎呀，太脏了，我受不了。擦一遍再说。收拾好东西，擦完了车子，突然发现我的车子的总计里程已经达到了14000多公里了，朋友们。也就是说，我从广西北海出发一直到现在，我已经跑了9900公里，还差100公里就到10000公里了，就需要做保养了。刚刚我打电话去问了一下50的工作人员，他说是可以提前做保养了。所以呢，我打算导航去一下克拉玛依这边的50 4S 店去做个保养。设置导航，从我所在的位置出发，前往克拉玛依的50 4S 店。不过我先去领个快递。今天天气还不错，出太阳了，真好。现在准备出发，前往快递店先领快递，然后再去做保养。现在来到了快递点的附近啊，准备领快递。OK， 朋友们，我有很多个快递，你看这些闪亮的都是我的，你看这边，我的天，一堆快递。领完了快递，现在先去充电呐。现在目前电量23%，充满电之后再做保养。OK， 现在来到了这边的充电站，这边有快充电站。而且价格比较便宜，7毛钱1度电。这附近是一个建材市场，有居然之家哦。来准备充电。OK， 现在充上电了21%，估计要充1个半小时。趁着充电的功夫，这边先拆个快递啊，我买了不少东西。总共7件快递，另外还有好几件都是在车里面已经在用了。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现在已经拆完快递了，来看一下这7大件，主要是冬天的装备。这个是冬天的棉衣，我买的时候60多块钱，不到70，买完之后立马涨到130多块钱，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个活动价。等一下穿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呢就是电热毯，车载电用毯，它那个插口呢是插那个点烟器上面的，是12伏的这个电热毯，还不错。另外的话还有围巾，很好看这个颜色，袜子，冬天睡觉的时候穿。这个就是帽子，这个帽子之后特别冷的时候戴。另外还有这个手袜，
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这一个电热蚊香液，这个是一个 USB 插口的。我车里面呢，就算冬天的时候，我感觉还是有一点蚊子，所以还是得要买这个东西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棉衣到时候去喀纳斯特别冷的时候就可以穿了。买的是奶白色的，还行吧，可能会比较稍显臃肿，但是保暖比较重要啊。还行啊。刚刚已经充满电了，现在准备出发前往50 4S 店。现在来到了克拉玛依的50 4S 店，我问一下做保养是在哪里？哎，你好。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克拉玛依这边50做保养在哪里做呀？开到我们后面。开到后面。对，我们后面是售后。哦，好的，行，谢谢。这边应该就是50的售后。哎，师傅，我这个车开了将近1万公里，还差100公里就到1万了。你要保养？对，可以保养了啊。可以体验。是204，一共是204，就包含了哪些啊？后桥油和工时。后桥油就只要就是把这个齿轮油换了，然后交工时。那有没有说像那个玻璃水有没有给我加？他会给你检查的，这个就包含在工时里面的。包含在工时里面。那玻璃水，因为它现在不是到北方，到时候可能0度以下嘛，那玻璃水是不是得要用那种0度以下的玻璃水？都是可以用的，都是一起。行，谢谢，可以。OK， 现在开始保养啦。这个保养非常简单，就是换一下那个齿轮油，还有看一下检查一下这个电子元件相关的，应该很简单。现在已经把车子抬起来了，师傅正在帮我检查一下下面底盘的部分。趁着现在抬升起来，我把这个石头去一下。这段时间走独库公路还有到克拉玛依，小石头特别多，没时间清理。好多小石头哦。现在师傅正在帮我换这个齿轮油。之前我老说，我说这边要换油的，但是实际上我们电车就是这么个东东，换的是齿轮油，不是机油，就是那个发动机。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发动机，我们就是个电机啊。你看这个电车里面的构造是比较简单的，不过最关键是要看一看下面有没有磕碰啊。我开车还算是蛮小心的，应该不会磕底盘。这下面这一整块都是电池包，磕了可不得了啊，是不是？磕了就报废了。比你个护板还好一点。对，我装了个护板，应该没有痕迹吧？没有磕碰痕迹，那就行。哎呀，小车车陪着我走1万多公里，嘿。刚刚已经把这个齿轮油给流干净了，现在重新放上新的，就用这个机器，看这个，咻，然后插进去。就一般来说是一瓶齿轮油能全部放进去吗？放不完。放不完。1.8升的。现在师傅帮我检查了这个车子的电池健康度是正常的，然后还有其他的都 OK。这个50的新能源车，它的电池只有正常还不正常之分，没有所谓的百分比来的一个说法。我以为像电池的健康度都是百分之几，就跟手机一样，原来不是啊。OK 了，204。做完保养了，把车开到前台去看一下别的新车啊。把车开到这个前台大厅看一下新车啊，朋友们。最近有出这一种50之光 EV 的300续航的车子，我过来瞅2眼。OK， 我们过来看一下新车啊，朋友们，看这个就50 4S 店，像这边都是属于货车，致富神车啊，就这个啊，这个就是之前我在12月份其实有看中，但是12月份没出，今年1月份才出的。不过1月份出的还是205的续航，现在已经出到300了，朋友们。看起来外表倒是有点像是一个吐司面包啊，还可以，挺好看。最主要就是这个车子它是可以完全放平的，看一下，
能完全放平。它能压进去吗？谢谢。看来有点小费劲呀。哎呦，这个车确实蛮适合当床车呀。哎呀，这个前面也完全能放平。前排这个也可以放平。然后我可以躺一下嘛。嘿嘿，这个自驾游还蛮合适。来，我来感受一下，大概是头要睡到哪呢？睡到差不多了，然后睡到副驾驶位呢。这到时候连副驾驶位都得放下来，就单纯只是放后面这排座位是不太行。所以如果说你是1.8米的大个儿，那完全就得放平才行。不过真的里面空间会大不少，主要就是这个高度的问题，朋友们。最主要就是你要露营的话，睡在车里面，这个高度比较高的话，就不会有那种压抑的感觉，还是比较合适的。这车挺好。来，我来感受一下这个车子，坐进来。怎么说呢？坐进来这个还是很有呼吸感的，能够自由呼吸。但是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座位太低了，我这样子坐上去，它这个视野有点受限，就只能看到这一部分。这个地方有点太高了，感觉就是座椅不够高的问题。然后嘞，里面呢，还可以吧。会有外放电吗？是从哪里？从哪里外放电呀？在这边出来。这边可以。那它不，这不就是慢充的充电头吗？慢充的头它支持外放电嘛？支持外放电。那像我那个马卡龙就不支持呗？那个就不支持，对。哎，我现在这个车的话，目前的价格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活动啊？能跟我介绍一下吗？有，我们现在有200多公里的，有50800的，还有305公里的。你看要57800的，现在就可以有置换有补贴1500，然后或者选择金融也有1500的补贴。那像现在的话，它有那个305的续航是吗？那305续航它目前的价格是多少？57800。57800，然后是落地价还是原先车的价格？裸车现在是裸车的价位啊。那57800后面再加个上牌费、保险，总的下来大概落地多少？保险大概就3000多一点，加上基本就6万1000多，不到6万2就办完了。不到6万2。但是我我之前买我那个车，它会有一个全面升级质保。你们这边到时候如果说买这个车，它也是再加个全面升级质保，也是3000多吗？3000多一点，对，有。所以加起来大概要将近6万5啊。6万5差不多。那就全部6万5。这样。不过你们这车出的太迟了。这个300多公里是主要是今年。对，今年才出。刚上市的。对。之前一直是200多公里。对，那200公里我觉得又太小了，300公里也还可以。现在305一出，它这个续航就大大提高了。那挺好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门版的50宏光 mini 第4代。4个门的话比较方便，就是后面上下车，但是嘞，其实它的空间也有限。就如果说后面的人腿特别长，他要顶到这里，那前面的话就没办法再往后压了。因为后面的位置就这么点大，就后面放一点点东西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空间。如果说你开这辆车要坐好几个人，起码坐3个人到4个人左右的话，买这个车比较合适，因为上下车方便。但如果说你其实只是1个人或者说2个人坐那个车，买马卡龙的视野啊观感会更好，而且最主要是它颜值更高，好不好？以我的审美来说，马卡龙更好看。这个4门版的有一点点 ugly you know 就这样。这边就是相关的价格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现在离开50 4S 店了，准备要前往一个地方，去一个营地，去看一位大神。大家知道之前走219的那个挂着2个甜甜圈的那个车主吗？今天去看一下。现在来到了金龙湖公园的一个停车场，
看来这个停车场还蛮多房车、床车的，而且相对来说也比较安静。我来瞅两眼，看一下大神的账铺啊，他在那边，去看一下。妈呀，整那么个一室一厅的帐篷，真奢侈。哟，看到了你们很熟悉的甜甜圈，这个车超可爱的，因为它上面这图案。哟，小毛。哎 ，Hello。李姐好。这是你的。妈呀，你还整一室一厅？他们那边你们是一起露营吗？我们是长期住在这里的当地人。看来你又补了一个胎呀、你不是说掉了一个吗？对啊，我这补了一个。这看来这甜甜圈还是要挂满。对，拿了一个。哦，而且你这个是旧胎吧？旧胎挂上去的。以前换这个胎的时候，我换了4个嘛，我不好带，我就留了2个，还丢掉2个。这样。丢掉2个嘛，那天掉了一个嘛。那你冬天怎么办？就是我看着你感觉好像你要长期待在。就至少这几个月内都要待在这。我这几个月基本上。那你那个之前不是换了？大学的时候你之前不是换了 AD 胎吗？啊。现在已经换上了 AD 胎。这就已经换上了。那它电耗会不会更多？基本上没什么影响。基本上没什么影响。那只要你开得快的话，肯定会有影响；开得慢的话，其实也。那怎样才叫快？怎样才叫快？80-90码吧。80-90就快了呀？对。看来我一般路上都开50-60码、50码左右，我开得慢。这样啊？我喜欢跑得慢一点。我说，怪不得你能在西藏那边能跑的，那个续航能那么高，你跑得慢。快的话，它电耗就高了呀。电耗高的话，它不是续航就短了嘛？那你这个胎多少钱一个呀 ？AD 胎？170吧。170一个，然后一直要换4个，这是去年的。对，这去年的。今年我估计哈纳斯下来了，我就要换了。你这不是已经换上了吗？这个轮胎我已经跑了5万多公里了。这个轮胎跑了5万多，将近6万了吧？将近6万公里了，我准备要换了。真不错。因为像我们在外面这样跑的话，我不喜欢轮胎跑的公里数太多，安全性太差。是的。刚刚跟大佬聊了一下天，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了，正在下着雨，天阴沉沉的。现在继续往前走，准备要前往世界魔鬼城的游客服务中心。接下来这个晚上是在那边露营过夜，然后呢，第2天看一下天气，天气好的话就去戈壁滩上去捡一下石头，大概是这么个计划。现在继续往前跑，希望今天晚上不要下一场雨啊！一整晚的雨就很不舒服了，我都觉得冷了，所以我现在都换上了冲锋衣，刚才就穿一件防晒衣都顶不住啊。朋友们，我现在来到了一个景区，这边叫做百里游区，是一个观景平台，可以来到这边停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周边的油田呐。这个地方叫做百里油田，你看这旁边还有游客服务中心，哇哦。OK， 现在来到了百里油田的景区，这附近就是百里油田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观景平台，还有附近的一些地理区位。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位于这里停车场，然后接着等一下走这个步栈道上到上面，上面也会有一个观景平台，这里就可以看得到百里油田啊。来，我们从这边走吧。哇哇哇！这么多个大字，百里油田观景平台。看着远处，这边就是那个抽油机呀，一直不停的运作当中。终于爬上来了，来到了这边的观景平台。这个观景平台它是划出的一小块区域，作为一个观景游览所用。旁边这里面它是属于游区啊，只有工作人员才能进到里面。百里油田。OK， 我们现在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来看，你看这方圆近100公里都是各种各样的抽油机，你看还有各种各样的管道。这个抽油机把这个油给抽起来了之后，
通过管道去运输，运到上面的炼化厂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个百里油田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第一个大油田，而且是我们中国第一个1000万吨级的大油田。这个油田到底有多大？为什么叫百里油田？都是有来源的。这个油田贯穿了克拉玛依、白碱滩、沃尔河3个区，从南到北，全长150公里。南起红山油田，北至217国道的2侧。这个长度非常的大，范围也非常的广，所以就得名为百里油田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个克拉玛依的人均 GDP 特别的高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边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呐。这空气当中弥漫的都是金钱的味道，有点臭，是石油的味道，就特别的浓郁。在这个地方通风处可能还比较淡，但是到下面就比较浓郁了。看着远处这么多的抽油机、磕头机，还是很壮观的啊，朋友们。另外的话，那边好像还有那个石油相关的展示，我们等一下过去看一下。大家看这旁边还有这个原油的展示，看从这边开始，这是正常的原油，然后右边这边是轻质油、凝稀油。你看这凝稀油就特别的透明，这个就黄一点，这个就很浓稠，这是正常的。接下来这边是重质油，也叫封城油，它的产地是封城。然后这边是稠油，看起来就特别的稠啊，浓稠。这边还有特稠油，这个又比它更加的稠密一点。另外的话，这边是超稠油，明显看得出来，你看，哇，这上面这个颜色都已经特别浓稠了，粘在这个杯壁上。哇哦，这都是石油制品。说起这个味道，臭是臭了点，但是大家知道石油可以提炼出什么样的产品吗？首先先说原料啊，石油可以提炼出汽油、柴油、煤油，还有其他的一些燃料。然后另外的话，像这个石油的话，还可以加工出来一些产品，像那种合成的橡胶啊、塑料制品呐，另外的话还有那个我们经常用的护肤的凡士林呐，都是从这个石油里面去提炼出来的。所以石油也是工业的血液啊，也是液体黄金啊，朋友们。现在已经回到停车场啦，准备开车继续往前走，前往沃尔河。看完了油田，现在我们准备前往魔鬼城啊，大概还有60公里。不过去到之前呢，大概40公里处会有一个充电站，那个地方会有苹果，朋友们，我准备要去吃绿化带的苹果，到底好不好吃？Wish that I could stay in this moment forever, so I can hold you in my arms. I will carry you on my shoulders as long as I'm able. Scare the monsters under your bed. Deep in the liking for you is all I need. 夕阳西下，朋友们，我现在来到了沃尔河区。OK， 现在来到了这边的充电站，我过来这边先充个电吧。OK， 现在充上电了56%，大概要充40分钟左右。现在是7点54分了，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。大家看啊，
暴殄天物啊！我的天，全都是掉落下来的苹果，你看，哇塞，都坏掉了。你这个，哇塞，这个是红色的呢。呀，我的天哪，好浪费啊！你看这一地都是。哇塞，这个苹果看着真的好诱人呐。除了苹果树，旁边还有这一种红色的小果子，看着有点像樱桃，当然不太像。这到底是什么呀？看，我现在捡到了一个还不错的果子，还可以。刚才在那边又捡了好几个，这边这棵树我感觉掉的果子特别的多，这棵树掉的果子就特别的多，这里甚至还有那一种水果腐化的那种味道，就有一点醋的味道，酸酸的啊。你看这下面，这一看外表挺好的，但是一看，咦，好吧。然后你看这里。这么多果子，哇天哪，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哇塞，今晚的夕阳很美呀，朋友们，看这夕阳，哇哦，好漂亮！我的天哪，这个乌云密布，虽然说有晚霞，但是天上这一朵黑云实在看着有点吓人，我感觉今晚要下雨。所以呢，今天晚上去那个魔鬼城露营过夜的话就算了，可以找一下这附近，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属于沃尔河的城区了，在城区里面过夜会更好一些。走。OK， 现在来到了营地啊，来找个位置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已经到达今天晚上的露营过夜点了，我就停在这个位置，看看旁边很熟悉的礼拜六这位朋友。他昨天就已经跑到这边去捡石头了，比我早来了一天。然后他在这边露营，我看了一下周边，你看这边还算是蛮空旷的，停的车并不多，还可以，算挺安静啊。然后附近的洗手间大概就走个100米就到了，还不错啊。我打算明天就在这边的戈壁滩去看一下石头啊之类的，然后逛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啊，再去看一看。然后接下来就往北边去走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打算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现在准备要收拾一下车子，把今晚的床铺给搞出来。今天这一期视频呢，就先更新到这里了。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吃好、喝好、睡好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接下来的行程。我们下一期视频见，拜拜。